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徐凯对虞书欣与谭松韵的不同态度，揭示了明星合作中的微妙差距。娱乐圈中，艺人们的合作总是能擦出各种不同的火花，有的火花绚烂如烟花，一瞬间惊艳四座；有的则是细水长流，温暖动人。而在徐凯近期的两段剧宣互动中，观众们敏锐地发现了他对待两位合作女演员虞书欣与谭松韵态度上的明显不同。这种差异不仅展现了不同类型艺人之间的合作模式，更悄然揭示了当下观众对于荧幕 CP 与真人互动的新期待。从谭松韵到虞书欣，徐凯态度的转变耐人寻味。徐凯这个甜品王子近几年在娱乐圈中的曝光率颇高，尤其是在剧宣活动中的表现频频登上热搜。这次与谭松韵、虞书欣的连续2次合作，更是让粉丝和网友们直呼看得停不下来。在与谭松韵的节目中，徐凯展现出了绅士内敛的一面。虽然节目中的主要宣传是围绕剧集《你比星光美丽》，但现场的气氛却因为嘉宾王励欣的插科打诨变得格外热闹。王励欣直接调侃徐凯是胆小鬼，一句玩笑话立刻引发了场上氛围的变化。为了反击，徐凯开玩笑地对谭松韵说：“你是我心头唯一的女霸总。”这一句台词式的表白，不仅逗笑了在场嘉宾，也让节目增添了不少看点。而王励欣则一语道破天机，徐凯这是在提前热身，明天还要跟虞书欣继续录节目呢。网友们也开始热议这段话的暗藏玄机。徐凯对谭松韵的表达是有分寸的，带着角色的延伸感，但又不失礼貌与距离感。而之后与虞书欣的互动，则完全是另一番风味。与谭松韵清甜如水，默契中带着克制。在谭松韵这场剧宣中，两人的互动更多的是剧中延伸的味道，不刻意，不做作。他们配合默契，但并不腻歪，更像是亲切的老同学搭档，有一种你懂我的节奏，我也懂你的分寸的感觉。比如在节目中玩互动游戏时，虽然有些甜蜜的环节，但两人始终保持着适当的距离，既能打趣调侃，也不会越界。这种克制感恰恰契合了谭松韵一贯给人的知性温柔形象。她不需要强烈的互动就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徐凯也懂得如何与她相处，不抢镜，不逾界。观众评论中最多的词是舒服自然养眼，不少粉丝甚至表示，这才是真正的剧宣典范，没有强行卖腐，反而让人更信服他们在剧中的情感。然而，网友也发现，相比起之前徐凯与吴谨言、程潇等女演员的高强度互动，这次与谭松韵更像是友情出演，并不特别热烈。因此，有人调侃，可能徐凯知道谭松韵不是那种可以胡闹的搭档，所以自觉收了收。与虞书欣全程放飞，像极了损友互坑。如果说与谭松韵的互动是剧中人延伸，那么与虞书欣的互动就完全是综艺感炸裂。两人一上节目就互设陷阱，互相揭短，一副熟到不能再熟的好朋友状态。在某一期综艺中，一开场便是爱的抱抱环节，让嘉宾们选出最想被惩罚的2位。徐凯与虞书欣原本互表忠诚，口口声声说不会选对方，结果一转身就互相投票，双双成了被整对象。这种表面哥们实则互坑的操作，引得全场哄堂大笑，网友直呼熟到可以坑彼此，才是真交情。而到了游戏环节，虞书欣更是胡闹天后上线。在需要踩着徐凯的脚趾完成挑战时，虞书欣一边踮脚猛冲，一边毫无顾忌地踩在徐凯的指压板上，导致徐凯疼得满地打滚。场面虽然混乱，
却又让人忍俊不禁。虞书欣不仅没有愧疚，事后还跑去投诉徐凯：“你一直在我耳朵边大喊，我都要晕了。”一句话把节目效果推到高潮，弹幕纷纷刷屏：“这两个人根本是来搞笑的吧？”双引号，连主持人杨迪都忍不住感慨，他们这对 CP 不走寻常路，是损友版的爱情剧宣。双引号，两种模式，两种效果，田雨峰，你爱哪种？徐凯与谭松韵、虞书欣的合作，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综艺风格。前者如涓涓细流，默契温柔，后者则像烟火绚烂，热烈疯癫。这也反映出徐凯作为艺人的可塑性，他懂得如何与不同类型的搭档互动，切换不同的模式。而观众的反应也体现了市场对不同类型艺人合作的包容与期待。有粉丝表示，我更喜欢徐凯和谭松韵那种有质感的互动，像是从剧里延伸出来的情感，很细腻。也有观众说，虞书欣和徐凯才是真实朋友感，每个环节都让我笑出猪叫。双引号。不过也有网友提出质疑，是不是徐凯在不同搭档面前表现出的真实度不同？他跟虞书欣是不是更熟，所以更敢玩，而跟谭松韵就比较有距离？双引号。这其实触及了娱乐圈中明星社交的真实逻辑，并非所有搭档都能成为朋友，也并非所有的节目互动都能超越剧本设定。网友热议，表面是剧宣，实则是人气对比。这两期节目的播出，也让网友们不禁开始比较三位艺人的受欢迎程度。不少网友表示，感觉节目组更偏向徐凯和虞书欣，节目节奏紧凑，互动多，笑点密集。而谭松韵那期则相对沉稳，节奏慢一些，氛围也更文艺。有人调侃，虞书欣的综艺感太强了，跟谁都能搭，但徐凯只有跟他才能疯成这样。也有人力挺谭松韵，沉稳也是一种美，不需要靠过度互动吸引眼球。双引号。还有人指出，节目组安排的角色互动也有影响，徐凯和虞书欣玩的是互坑模式，自然更有爆点，而和谭松韵就是主打甜感的，节奏不一样。双引号。在微博和小红书上，这种比较引发了大量讨论，有人甚至分析说，徐凯跟谁互动更自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出他私下对谁更熟，关系更好。双引号。背后更深层的意义，明星人设与合作边界。娱乐节目中的互动，并不仅仅是为了取悦观众，更多时候还是对艺人人设的一种塑造与再确认。徐凯在不同合作对象面前的不同表现，可能反映了他在应对不同性格女星时的调整策略。面对谭松韵，他显得更尊重、更克制，展现了成熟绅士的一面；而面对虞书欣，他则完全解放天性，变成了调皮搞怪的活宝。而这也对应了谭松韵与虞书欣的公众形象，一个是氧气甜妹，另一个是元气少女，一个擅长温柔细腻的情感戏，一个则在综艺中自带效果。徐凯作为男主，在不同的氛围中做出恰当调整，也展现了他的专业性。但与此同时，这种差异也让观众对他真实态度产生猜测，他更喜欢哪一种搭档？哪一种互动是表演？哪一种是真情？结语：不一样的互动，不一样的 CP 味道。徐凯、虞书欣与谭松韵三人，代表了当下偶像剧演员中的三种典型模式：调皮互动型虞书欣，温柔内敛型谭松韵，与之匹配并切换自如的男主徐凯。他们在节目中的互动，不仅仅是一次剧宣，更像是一次关于人设与情感边界的社会实验。观众在观看节目的同时，也在思考着，我们喜欢哪种情感投射？我们期望荧幕外的演员关系是怎样的？有人说，这只是综艺效果，无需过度解读；也有人认为，
这种细微差别正体现了艺人私下的真实状态。无论如何，徐凯通过这2次不同风格的剧宣，成功的让人记住了他，一个能让女演员在互动中展现自我又不失控的男搭档，在这个 CP 经济盛行的年代，的确是难得的存在。未来的合作会如何？观众还会继续盯着看。而对于徐凯而言，这种分寸感的掌握，也许正是他在娱乐圈长红的秘诀。